春节档为龙年电影市场开了个好头，而更多好电影也正在路上。目前，众多新片已经瞄准了2024年的各大档期。近日，演员谭健次和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孟浩君独家做客《中国电影报道》，为您推荐2024年待开启的银幕佳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龙年大吉！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健次，又见面了。迟到的新年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达吉达利，大展宏图。它是有9条龙哎，说到龙的话，一定离不开的就是今年健次刚刚参加完的龙年春晚，感觉怎么样？很兴奋，然后也第一时间跟爸爸妈妈说。就是从最开始彩排，然后到最后真正的正式登台，你有紧张过吗？因为你从小是在舞台上长大的。对，就是因为我可能是从小在舞台上长大，可能紧张的成分还是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是想把最好的精神面貌带给在年30晚上等待着的观众朋友们嘛。给你最美好的祝愿。今天呢，请健次来到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哈，就是发红包。你喜欢这个任务吗？特别喜欢。我们准备了5个红包，每个红包里都藏着一个谭健次的照片哦，照片背后都有关键词，所以说呢，我们先开启第一个红包，开，看开工妲己，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符号，妲己达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的照片吧。笔芯，哎，你这个笔芯还挺难的，就刚才我们练了半天，你来一个呗。它其实源于我的一个舞蹈动作。之前一首歌里的舞蹈动作就是把手先用食指，中指对上，然后食指翘起来，然后合上了之后，同时然后把食指弯曲就好了，就比上了。孟老师来一下呀，怎么害羞了呢？来一下，刚才做的不是特别标准。你这是一个菱形，倒形。反正意思到了对，这个弯曲它就变成了一个心。看一下笔芯后面是什么关键词？爱情电影。就说到爱情电影的话，2024年真的会有很多爱情电影上映。爱情片呢，一直是我们年轻观众的刚需，而且今年是龙年，那么龙年的爱情电影肯定要从年头望到年尾。那么在这里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一起摇太阳，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元宵档所上映的《还是觉得你最好2》。这样一部港产片，它虽然是一部喜剧片，但是有很多爱情的成分。嫁给我。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3月8号即将和观众见面，由谭健次主演的《被我弄丢的你》，主角在这儿呢，您给我们推荐一下吧。《被我弄丢的你》这部电影讲述的一对非常平凡的年轻人，从相遇到相知到相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就是我饰演的角色叫白小雨和王晶晶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你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当时这个戏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它让我有一些很共鸣，想到很多自己的一些过往。我觉得那是可能是我逝去的青春，所以我觉得在电影里面把自己的一些逝去的青春再重新的体验一下，展现给大家看，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吧。对自己，毕竟已经可能不能再像电影里面的那种生活、那种爱去感受。在现在这个年纪可能很难了，对，但是我相信就是有过一定生活的经验或者阅历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一些曾经的影子，或者说曾经自己弄丢的另一个人，或者说是自己也被曾经那个人弄丢的那自己。想你。我也是。哎呀，怎么又没电了？其实孟老师，我们说爱情片。他想演得好，演得戳人心弦，然后呢，让人有一种极强的共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吗？对，因为它特别考验演员的这种基本功和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的 CP 感。其实孟老师刚才说的这个 CP 感很重要，所以说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去培养这种默契感，怎么去磨合的？我记得当时跟静怡我们2个。是前期有几天时间的在一块围读，在围读的过程中肯定就慢慢的熟悉了一下彼此。后面我们导演有带着我们一起去玩密室逃脱。对，因为密室逃脱其实它比较吓人嘛，里面吓人的过程中可能2个人就
就会越来越熟络。你知道你们这个影片一定档出来之后，很多网友看到你高中的那个形象的时候，都说这是怎么做到？好像是满30减15。你觉得你是满30减多少？我满30，可多可少。我觉得年龄感这东西更多是在于心态，是吧？心态，有的人可能真的50、60了，但是他心态还是像一个少年或者少女一样，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年轻的表现。恭喜你啊，这么年纪轻轻就找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了。那下面我们继续开红包。弓，大家看一下。弓是，哎，这个好2次元啊！很多网友都说你的扮相特别就是动漫脸。这次是因为杨戬的那部电影，然后我为他唱了那个片尾曲。唱片尾曲的时候，就把我的形象弄得有点类似吧。对，看一下后面的那个关键词。动画电影。说到动画电影，这几年国漫的崛起，可以说让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关注到我们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其实《新神榜杨戬》就是其中一个质量很高的动画电影。是的。新神榜杨戬，我为他唱的片尾曲叫《灯火千万》。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热血，是我非常喜欢的风格。对，因为其实我生活中看动漫的机会比较少，所以我那次在看到这个杨戬这部动画的时候，我瞬间就是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对动画电影的看法。我突然觉得我们国家的动画电影崛起了那种感觉。这几年特别火爆的，像《长安3万里》啊，然后包括《白蛇缘起》《青蛇劫起》等等这些影片，然后你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有哪些？其实你刚刚说的我都挺感兴趣的，包括19年的时候哪吒魔童降世那部电影，就是当时很火嘛。然后现在听说也要马上要迫不及待了，第2部哪吒之魔童闹海要上了，所以我还是挺期待的。你这么期待，不如来一句那个经典台词吧？我。哎，你今天穿的这个，我觉得真是跟哪吒那个还有点就是能 cos 到一块儿去。我命由我不由天。非常经典的一个银幕记忆了，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观众对我们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满满的认同之感。我觉得这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定档的今年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有《二郎神之深海蛟龙》，还有《白蛇浮生》，是在2024年的7夕档上映。看他当初的定档海报就特别有感觉，就像当年《长安3万里》表现了大唐的辉煌，那么这个片子里头实际上表现了宋代的这种市井的风范。那么就是街头熙攘的寻常的这些百姓的叫卖和这种影片的主题特别的贴合。就像茫茫人海，惊鸿一瞥，蓦然回首，谁又等着与你相见？我觉得特别的让观众有代入感和共情性。你看孟老师，我们感觉这2年很多的动画电影都是对于神话故事的改编，像是即将和我们见面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还有《奔月之嫦娥无悔》，以及改编自《聊斋志异》的小倩等等。因为这个片子来讲的话，不光是我们讲的传统的这种神话，包括我们说的一些成人向的动画，也是在今年全面的发力。就像豆瓣评分唯一一个突破20万观众投票的这么一个《中国奇谭》，今年也就是根据首个单元故事延伸出一部同名大电影，叫做《小妖怪的夏天》。你看看，我猜就是空的，就是不爱喝水。你小时候爱咳嗽，妈妈才给你带着这个葫芦。我觉得对于中国动画电影来说，非常重要的肯定就是配音演员的作用嘛，因为它配出的是这个角色和人物的生命以及灵魂。孟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演过一个配音大神。是吗？对。惭愧惭愧。因为大家觉得他的独白和他的声线就是很有感觉的。你本身是蛮喜欢这个事情的吗？一开始还不太懂，对，但是慢慢的就是通过学习，然后跟老师学，然后再通过去挑战自己，不停的挑战一些动画的人物等等，就是慢慢的开始找到了一些乐趣和那个自己的另一个世界的感觉。节目里经常配悟空嘛，孙悟空那个，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我好像，我这样不看你的脸，觉得好像。哎，那之前有找你的那个配音邀约，都是找你配一些什么样的角色？之前我配的那个5个有个端午节的动画人物，每一个动画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性格和声线，然后我就配了那
5种声线出来。我的传说是这个样子的：无敌粽子脚，金刚昌蒲拳，大力传子蹲，五彩蛇形鞭，神龙幻影掌。现在还能来2个吗？现在啊，不用5个，你能来几个？来几个？现在一个类似于蜡笔小新的吧。大家好，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类似这种。此处应该有掌声，好不好？你真的很适合，就是做配音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它的声线我觉得延展度特别好。就慢慢的开发自己各种各样的声线出来。好，我们继续开红包，下面这个就是答3条龙，看看是什么。这很难猜哎，看看后面的关键词吧。国产巨制。国产巨制电影，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那肯定是我们说的这种万众瞩目的《封神》了，《封神2》。以我的判断，有可能是在暑期档继续辉煌。因为在这个片子里头来讲的话，那实际上特别典型的把我们东方的奇幻美学和中国的这种工业化的高超的水准制作结合的特别好。说到国产巨制，不得不提到还有2部影片，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系列，《志愿军2：再起风云》，还有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2》。对这2部影片，您有怎样的期待？志愿军当然不用说了啊，因为它是我们说的表现抗美援朝战争当中英雄情象的一部巨制，全景式史诗性多线程来表现这样一场立国之战的大片儿。我们也期待在这2上映之后，能不能看看朱一龙扮演革命军人的一种风范和表现。还有《美人鱼2》，因为看过《美人鱼》的嘛，当时觉得周星驰把海洋环保和这个喜剧，我觉得做了很好的结合。所以我自己作为这个广西北海人啊，所以我觉得《美人鱼2》是要看的啊。对，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类型，就比如说唐季礼导演、成龙、张艺兴、娜扎所主演的《传说》，然后还有徐克导演、肖战还有庄达菲所主演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以及王家卫导演的电影版《繁花》。要知道这部影片它的剧版可是在今年这个寒冷的冬天掀起了一阵收视的热潮和飓风，所以说大家对于电影版的呈现是格外的期待和关注了。我懂了，好戏在乐乐。还有一个是跟剑刺有关的《敦煌英雄》。敦煌英雄啊，也是我没演但唱了。对，因为之前也跟曹盾导演合作过，然后这次曹盾导演来拍电影了嘛，然后就跟谭维维老师一起唱了《敦煌英雄》的主题曲。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开红包，这是所有开工大吉，最后一个字，吉，看后面是什么？吉。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看了。你看，你这个人物旁边是有一个《沙丘2》的海报。对对对。所以翻过来的关键词是？翻过来是进口佳片。进口佳片。其实像是《沙丘2》，然后《功夫熊猫4》，包括《哥斯拉大战金刚2》，都将在3月份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跟我们中国观众去见面。其实在这其中，你比较期待的是什么？说实话都挺期待的。对，就是有时间，我觉得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踊跃的在新的一年踊跃的走进电影院去观看各种各样的电影，包括《被我弄丢的你》啊。值得一提的是，《沙丘2》和《被我弄丢的你》都是3月8号。哦，是吗？哇，那《沙丘2》我也看看。那你给大家安排一下吗？怎么看？3月8号就是怎么个进电影院的行程？是不是要下午先看《被我弄丢的你》？然后晚上再去刷《沙丘2》。可以啊。这个安排是明明白白。我觉得就那一天就大家就在电影院里面就是过吧。那孟老师再给我们推荐一部进口佳作吧。那我肯定就是《功夫熊猫4》了，因为《功夫熊猫3》已经12年前了。那么《功夫熊猫》在12年之后，它又有什么样新的惊喜和新的这种特效和它故事的这种精彩？我相信一定是观众特别期待的话题。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这个，其实它在数学符号里是无限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你打开看一下，无限里面你的照片是什么？无数个檀健次。哦，是一个这个拍立得。这什么意思？啊，这有点像这个符号嘛。啊，对。后面的关键词就是无限期待。说到无限期待，我们刚才聊了国产巨制，还有中外的进口佳片。其实呢，在2024年已经定档下来的影片类型真的很丰富，像是惠英红和刘浩存所主演的《灿烂的他》，然后还有丁晟导演所执导，杨幂、田雨还有于谦等人主演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灿烂的他》这部影片实际上翻拍自韩国电影《季春奶奶》，当年是豆瓣评分8.5分的一个煽情大片。我们也特别期待像老戏骨惠英红和小花刘浩存，对吧？翻拍的这部《灿烂的他》能带给观众什么样的惊喜？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相信你们能不能也帮帮他？那么至于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丁晟导演在这种小场景里头，螺蛳壳里做道场。实际上这里头的明星的搭配，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场火锅，麻辣鲜香烫，实际上有各种的味道，各种的滋味。这一锅乱炖能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欣喜？满了就是天文数字。宝贝儿，不怕，我就带你们回家。在他们的世界里是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在檀健次的世界里应该是没有一顿螺蛳粉解决不了的事儿。所以说今天我们条件有限，火锅是没有，但是呢，给你准备了螺蛳粉。哎，你闻到这个味道了吗？刚刚没闻到哎，我确实好久没吃螺蛳粉了啊！为什么？你不是最爱吗？因为我最近在组里面演戏，然后这戏里面那个角色就要求我很瘦，所以我就没敢吃。那这过年了，得吃。你知道我之前经常现在闻到味儿了，闻到味儿了吧？那我也尝一尝。真的是很爱吃以前。你尝一尝这个怎么样？正宗不正宗？正宗的话，以后我们可以经常点。正。真的假的？它正的那个标准是什么？臭？不是，其实，在我的味觉里，这不是臭味儿，这是香味儿。香臭的味儿，就是首先那个螺味儿、酸笋味儿，还有它的那个一定要到位，因为它这个螺蛳粉的汤料是比较讲究的。如果之前就没有考虑过减重或者控制体重身材的事儿，你最疯狂的时候一天吃过？就是我可以一天3餐都吃这个。那你这段时间因为拍戏你都吃不到，会想吗？说实话，原来我3天不吃浑身难受啊，3天不吃。对，现在我可以做到。基本上做到了3个月不吃，但是这一小碗，但今天这一碗，你们又打开了我的胃，你们打开我的胃，我回去又得遭罪。这样，二位先吃着，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让我们无限期待的佳片哈，就比如说刘德华主演的就有2部《怒火蔓延》和《危机航线》，另外呢，甄子丹主演的《导火线2》和《叶问5》也值得我们期待。王俊凯也有《刺猬》和《野孩子》2部待映的影片，另外呢，还有《黄雀在后》、《绑架游戏》、《天才游戏》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影片即将和我们观众见面。对，类型非常丰富，所以真应了那一句话：电影市场红红火火。我知道檀健次自从当演员之后，他其实挑战过不同类型的题材。你还想挑战什么？我觉得对于想挑战的题材是没有边界的，也是期待那些比较有挑战的角色和故事来找到我，也可以让观众也让自己看到自己的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也期待未来檀健次的演艺生涯会有我们最后的那个符号一样，有无限的可能，然后无限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么多2024年即将上映的电影只是冰山一角，所以说更多佳片敬请期待。还是那句话，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开心的时候要看电影，不开心的时候呢更要看电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3位在一起祝福全国的观众开工大吉，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大吉大利。